美国颁布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周二正式生效，这意味着美国将全面禁止从新疆进口产品。美国企业的供应商也不得采购新疆产品和原材料。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美方罔顾事实，炮制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世界谎言，并以此为借口制裁打压相关企业。美方频打新疆牌，全然不顾全球产业链的紧密联系，无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令众多美国本土企业叫苦不迭。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指出，所谓新疆强迫劳动原本就是反华势力为抹黑中国炮制的弥天大谎，同新疆棉花等产业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新疆各族人民劳动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事实完全相反。美方以谎言为依据，制定并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对新疆有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是谎言的继续，也是美方打着人权幌子对华进行打压的升级，更是美国肆意破坏国际经贸规则、损害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实证。汪文斌说，美方试图以所谓的法律形式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在全球推行同中国脱钩，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打着人权的旗号破坏人权，打着规则的旗号破坏规则的霸权实质。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周二也就美国实施涉疆产品全面禁令发表谈话称，美方以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严重破坏市场原则，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美方做法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切身利益，不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利于全球通胀缓解，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的形势下，希望美方多做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复苏的事，为深化经贸合作创造条件。外交部日前发布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用4万字重磅长文驳斥美方21个涉华认知谬误。其中对于涉疆问题就强调，新疆各族群众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根本不存在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美方反复散播涉疆谎言，完全是为抹黑打压中国制造借口。近年来，强迫劳动、大规模关押等涉疆谣言已成为美国抹黑中国的主要武器之一，其背后以疆制华的图谋暴露得愈发清晰。日前，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经济政治部时任负责人、领事葛明熙被曝在去年的一场酒会上曾向来宾透露，美国政府希望美国商人能够理解新疆没有问题，但利用新疆炒作强迫劳动、种族灭绝、攻击人权问题是一种角力，这也是一种有效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国政府彻底深陷泥潭。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禁止新疆产品进口美国，除非企业能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是由所谓的强迫劳动制造。换言之，这一法案要求企业自证清白，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涉及强迫劳动。美国海关近期根据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扣押了斯凯奇公司在中国生产并运往美国的部分产品。为向美国海关申诉，斯凯奇委托有关合作方对其在华产品供应链开展独立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其在华合作伙伴聘用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员工的东莞绿洲鞋业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美国政府禁令之下，不仅对中国棉纺产业造成一定影响，也令美国本土纺织业面临着巨大风险。美国零售商迪拉德有限公司表示，美国政府的暂扣令将影响到包括该企业含棉产品在内的全球供应链。全面阻止从新疆进口商品的立法可能会导致商品成本攀升，并对企业盈利造成冲击。美方目前呢，通过行政禁令呢，来禁止新疆乃至中国的相关产业对美出口。实际上，它首先呢，就会提高美国企业的
经济运行成本，也会呢拉升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从另一个方面讲，美方的这一次禁令也一定会使美方目前国内已经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提升，使美国国内消费者，使美方自己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美国这部涉疆恶法还要求特别注意棉花、番茄和多晶硅等货物。新疆棉花约占世界棉花产量的1/5。新疆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光伏产业基础材料多晶硅的生产基地。太阳能级多晶硅约占全球产量的45%。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显示，今年2月以来，在美国上市的16家公司就涉疆法案可能会对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布风险提示。其中，太阳能产业所受冲击尤为严重。本月6号，白宫发布紧急声明称，受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中断及极端天气影响，美国已经进入能源紧急状态。美国本土的光伏进口商在未来24个月内可以免税进口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光伏组件、电池等产品。据美媒报道，2020年美国使用的太阳能组件中有89%是进口产品。东南亚4国提供了大约80%的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和零部件，而东南亚是中国光伏企业海外产能的主要集聚地。中国光伏产品主要通过东南亚出口美国。今年3月，美国本土制造商曾举报中国光伏企业通过东南亚子公司规避美国进口关税，导致美国光伏产业震荡。318个光伏项目被取消或推迟，数百家公司在考虑裁员。5月中旬开始，美国政界、商界向拜登和美国商务部抗议施压，要求结束调查。如今，面对高通胀、能源紧张的社会现实，拜登选择了暂停调查，给予东南亚4国光伏组件进口产品2年的免税期，试图让国内的光伏产业回归正常。目前，美国的光伏制造产业链并不齐全，而中国如今是全球最重要的光伏产品出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在光伏产业链上大体处于领导地位。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分别占全球的76%、96%、83%、76%。对于此次拜登政府的关税豁免决定，《纽约时报》认为，中国也将从中获益。拜登政府暂时无法因为所谓的贸易违规行为惩罚中国，他们也无法采取措施削弱中国在光伏产业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美方这一政策说到底呢，还是企图通过行政命令来重塑所谓的供应链价值链。如果说美方自身的国内光伏产业，它不能够赶抓产品升级、产品研发的前沿，无论美方出台什么样的行政命令，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国内光伏产业持续走衰的大趋势。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涉疆恶法今天生效，全面禁止进口中国新疆的产品，美企供应商也不得采购。那您认为这将对全球产业链带来怎样的影响？主持人好，我们先要搞清楚，美国对新疆产品所设的禁令是在扭曲事实的基础上设立的，说什么强迫劳动，简直就是信口雌黄，是污蔑中国、破坏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借口。明白了这些我们再接着说这一禁令将带来怎样的影响？首先美国禁止的新疆产品包括棉花、西红柿、太阳能电池板等等，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范围比较广。那么从今天起执行禁令，将对从事这些产业的中国劳动者，包括维族兄弟，将带来较大的影响，简直就是抢走人家的饭碗。其次美国的禁令要求，只有你拿出这个没有强迫劳动的证据，那么新疆产品才可以正常的出口。但问题是，美国对新疆的强迫劳动本来就是污蔑，加上产业链复杂，企业很难自证清白，无奈之下有可能放弃使用这个新疆的产品，转而在其他市场配置资源，等于给中外企业带来了麻烦，迫使供应链断裂。美国、欧盟、英国企业都感到后怕。在此这个美国禁令不仅给中国企业带来麻烦，也给外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带来负担。比如说服装业，全球20%的棉花来自于中国，其中86%又来自于新疆。禁止新疆棉就意味着产业重组。那么再看电动汽车电池和储存可再生能源的电池，几乎都来自于中国，其中这个新疆又占了最大宗。那么禁止新疆电池，全球的电动车可能就别跑了。看看，这就是
美国禁令惹的祸，目的呢是把中国从全球这个供应链、产业链中排除出去。也有海外媒体分析说，美国对新疆产品的禁令根本就没法执行，也执行不了。那对此您怎么看？因为美国禁令的基础呢就是不成立的，所以执行起来很难。即便要执行啊，同样会给美国和欧洲企业带来损失，给美国的消费者增加负担。对新疆产品的禁令和特朗普政府对华产品加征的关税一样，最后倒霉的是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那么在当下美国的通胀率已经很高，要是美国企业建立这个产业可追溯系统，必然会增加成本，进一步的推高物价。加上中国产业链完整，这完整呢就会复杂，因此如何确保产地来源将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总之呢，是给国内外的企业都带来了各种的麻烦。欧洲媒体说美国对新疆商品的禁令上路，必然呢会冲击美国多项产业，进而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伤害美国自身利益和信誉。也许呢，这项禁令在执行一段时间以后，又会被美国搁置。这主要呢要看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如何反应了。时隔5年后，韩国国防部日前正式宣布将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以加快推进萨德系统在韩部署。对中韩关系来说，萨德部署几乎就是一个风向标。韩国新政府这一举动将对两国关系造成怎样的新一波冲击？来看报道。韩国军方上周四证实，韩国政府计划专门组建一个由多部门和机构代表构成的委员会，最大限度为萨德部署工作扫清障碍。据韩联社报道，该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地方政府和环境厅、民间环境专家、所在地居民代表、环境部和国防部所属公务员组成。韩方预计，原本耗时1年以上的环境影响评估将大为缩短，有望在年内完成。不出意外，尹锡悦政府明年就有可能展开萨德基地的新建和扩建工程。此外，美韩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下月中旬将在华盛顿举行，讨论议题就包括推动萨德系统的部署。过去几年，美国一直敦促韩方尽快恢复萨德基地正常运转。文在寅政府原计划于2019年着手开展一般环境影响评估，但因当地居民强烈反对，被拖延至今。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曾在大选纲领中直接承诺，在任内结束环境影响评估，为驻韩美军执行任务提供支持。对中韩关系来说，萨德系统的部署几乎就是一个风向标。2016年，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执意引进萨德，导致中韩关系跌入冰点。直到2017年，文在寅上台，提出了所谓3不承诺，即不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美日韩3方军事同盟，并承诺通过磋商解决一系列问题，这才使得萨德部署暂时搁置，中韩关系也得以实现转圜。但尹锡悦上台后不久就宣布重启萨德，一方面美国将在东北亚方向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军事威胁，另一方面通过萨德，美国将韩国拉上其战车，进一步要求韩国在军事领域融进美国的同盟序列。对于这个韩国来说，它不是一个技术原因停止部署，而是因为政治原因停止部署，那么它因为其他的政治原因恢复这个部署的态度基本上是指日可期的。那现在看上来，这个尹锡悦作为新的韩国总统，他和文在寅明显的不同，更期待就是说依赖美国提供这个安保力量，包括依靠韩国的这个本国的力量。当然这个事情第一肯定会再次引发东北亚地区的这种政治，尤其是外交上的这个不安与博弈。萨德全名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由指挥车、火控雷达、发射装置以及拦截弹共同组成的反导系统。在韩国之前，萨德仅在美国本土和关岛部署。萨德系统入韩引发中方警惕的并非它的反导能力，而是雷达侦测能力。美国宣称部署韩国的萨德系统的雷达仅能探测到500公里之内的情况，韩国也宣称他们只是为了防御北边，但实际情况是该雷达的辐射范围超2000公里，实质上已经覆盖了中俄部分领土。这也意味着，就连大部分中国东部沿海省份以及部分腹地都在其监视之下。更大的威胁是，美国长期在所谓的岛链上部署反导系统，韩国将成为美国反导网络的最前沿。结合韩国已经部署的宙斯盾系统以及爱国者系统，韩国的反导系统将与美国进一步融合。
对于韩国政府部署萨德的新动向，在日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就在与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的双边会谈中，表达了中方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忧虑。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本月9号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也指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 X 波段雷达探测距离长达2-3千公里，能够深入探测中国内地，这不仅令中国人民感到不安，更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不可能熟视无睹。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问题曾给中韩关系带来影响，我们理解韩国对于自身安全保障的需求，也希望韩方理解中国的安全关切。事实上，对于部署萨德，韩国当地民众多年来抗争不断。据韩国文化日报周一报道，位于庆尚北道新州郡萨德基地附近居民组成反萨德民间组织撤回萨德综合情况室，该组织已决定于周四前往首尔龙山总统府附近等地举行反萨德基地正常化的集会。它可能会短暂的从这种加强韩美军事同盟，然后加强韩国的军事部署，甚至不惜损害这个短期内中韩关系的这种行为中，它可能短暂会获益。但是从长期来看，从这个东北亚的地区局势来看的话，那韩国必然是不可能这个说长期的与一个这个东北亚更强的一个大国进行这种持久的这个对抗的。外界认为，尹锡悦刚上台就重启萨德部署，其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就是要带领韩国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考虑到韩日领导人将会同时出现在6月底的北约峰会上，美日韩恐将有更进一步的军事动作。今年的北约峰会历史性地邀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国领导人与会。据韩联社周一报道，韩国政府已接到日本政府有关在峰会期间举行4国峰会的提议，国家安保室目前正就此进行研讨。不过，据日媒报道，鉴于韩方尚未就赔偿2战时期被日强征劳工问题提出解法，且在争议岛屿周边进行海洋调查，日方不打算借北约峰会举行日韩领导人会谈。读卖新闻指出，日本首相第一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岸田文雄把这次会议视为一个宣传日本外交和军事策略的大好机会。日本方面之所以积极提议举行日韩澳新峰会，就是企图打造北约亚太伙伴小圈子。外界注意到，近来美国大力推进印太战略背景下，日本在国际外交、军事领域异常活跃。最近一系列迹象显示，日本正谋求在亚洲安全事务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预定年底前制定出新的国家安保战略，计划在未来5年内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从根本上加强防卫能力。最近，多位日本政界人士甚至提出要重新审视无核3原则，并要在5年内把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从美国的角度讲，这个美国希望的日本是第一，在这个政治上与美国保持动作一致，而在军事上呢，他希望日本有一支第一是足够强大，能够自保，甚至于可以承担美军基地保护任务的这么一个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呢，他又希望这个武装力量有尽可能强的一些支援作战能力。但对于日本来说，日本自己的想法里，他是以我为主，就是说，希望日本在这个地区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尹锡悦上台不久就传出韩国可能允许美国追加部署萨德的消息，而萨德部署曾是中韩关系的一根毒刺。那您对此有何观察？5年前，左翼的文在寅上台，顺应韩国民意，呼吁美国推迟部署萨德，还彻查前任朴槿惠，不经国会审议就提前允许萨德入境。但美国在韩的太上皇地位毫不在意，当年的9月7号就单方面宣布1个连部署完毕。面对如此无赖，文在寅只能说萨德在韩只是临时部署，他还向中国承诺过不追加部署萨德。但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韩国不能左右美国，另一方面呢，韩国保守派上台加剧了在萨德博弈中的冒险。对于未来的事态，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简单把愿望当成现实。就萨德入韩的5年来看，别看他现在只用了韩国新州基地不到1/3的面积，而且只有1个连、6台车和1台雷达的装备，但美国人早就暗示招数，实现了萨德基地的提质增效。
经过多年蚂蚁搬家式的升级，驻韩美军的萨德已从 Sparrow 6.4 版升级到 8.2-1 版，这意味着能在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框架内实施洲际反导，完全超越了朝鲜半岛的范畴，将韩国变成为美国有事时同第三国作战时的前哨。特别是这种升级以后，它就能和日本横田的美日联合反导指挥所协同。按照韩国学者柳成业的说法，韩国的萨德基地已经和美军在日本基地的萨德预警雷达、七舰队的宙斯盾舰乃至太空卫星联网，成为美国在伊岛链围堵中俄大国对手的盾牌。从美国的意图看，受益于俄乌危机的外溢效应，打破了日韩冷战魔咒，营造印太小北约的难度大大降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韩国的新总统尹锡悦甚至超越萨德，说过要效仿北约欧洲5国，由韩国出钱与美国共享部分核武器。韩国媒体呢，甚至提到一个更可怕的前景，就是从美国现有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里面指定几条，由韩美日3国协商共同运用，韩日呢将为此分担费用。考虑到核潜艇的隐蔽性好，这种看不见的核共享能相应减少周边国家的外交麻烦。基于尹锡悦承诺要打造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从追加萨德到核共享，这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美国主导下的3国军事一体化在提速，其对我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月底出席北约会议，打算在场外纠集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开4国峰会，扬言要将矛头指向中国。那您对此怎么看？大家如果有印象，会记得岸田第一篇施政演说里是这样描述日本的外交路线的：一是连贯性，2是灵活性。按照这一逻辑，日本仍为美国的印太战略马首是瞻，加紧运用美日澳印的4方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以美国印太代理人的身份推动4方加的阵营扩容。用美国杂志的话说，岸田的外交业绩分主要出在怎么让4方加机制扩大并具有实际操作性，从而获得美国进一步的信任与放权，博得所谓的正常大国地位。但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又是日本绕不开的话题。岸田隐晦说过，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里，中国并非特定排斥对象，而是希望进行某种规制的超级权力。岸田的手下呢，无论温和的外相林芳正，还是强硬的防相岸信夫，都强调加强多边合作抗衡中国，但无一例外又拒绝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切割中国。毕竟从前年起，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日本产品的头号进口国，也是日本唯一出口增长的对象国。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别的所谓4方加的对象国身上。用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的话说，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众美国盟友伙伴们同中国打交道中执行着逻辑混乱的盲跑路线，这注定是不能长久的。日本学者佐佐木文子曾这样建议中国，你不能把日本乃至4方加简单的看成敌友黑白，而更像是灰色亦敌亦友。特别是日本外相曾谈及岸田政府的外交政策时，一口气说了5遍实用主义，也就是在平衡国内经济需要和国际外交安保需要之间寻求对华交往路径。我们要看到，亚太不存在北约这样的政治军事同盟，却有比欧盟更具包容性、拓展性和可操作性的东盟加、亚佩克、RCEP 等等政治经济合作机制。求同存异和追求共同价值的努力，让本地区的许多国家享受了和平红利。我相信，凭借中国雄厚的实力以及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任何国家搞对华切割或制衡式的4方加等等团团伙伙，都将是徒劳的。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周一援引乌副防长马利亚尔的话报道说，北顿涅茨克市的决定性战斗正在进行。
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通报说，俄军发射了高精度导弹，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的一座机场。同日，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抗议立陶宛禁止经该国境内铁路向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运输货物，并警告，如果立陶宛不恢复运输，俄方将做出回击。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周一在电视节目中表示，北顿涅茨克市的决定性战斗正在进行，俄军作战任务是大概在本周日之前攻占卢甘斯克地区全境。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施图彭在简报会上说，俄军在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北部和东北部发动了一系列空袭和炮击，目标主要围绕苏梅、红利曼、哈尔科夫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他说，俄军仍在集中力量进攻北顿涅茨克市，意图完全控制该市，当地的激战仍在进行。施图彭还说，俄海军在黑海有5艘装备巡航导弹的舰船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俄罗斯正准备重新对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发动进攻，预计未来几天乌克兰东部地区还会发生更加激烈的战斗。而北顿涅茨克的阿佐特化工厂区域的战斗仍在持续。央视总台报道员近日在距离化工厂数百米处拍摄到现场战斗的画面。Не будет преувеличени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сегодня эти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дни из самых горячих на Донбассе. Отсюда до Северодонецка и Лисичанска порядка 10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чтобы попасть туда, в города, где сейчас идут тяжелейшие бои, нужно ехать не по прямой дороге, а идти в объезд через Рубежное. Но мы уже в Северодонецке, один из районов. Ну пока ко мне подтяни, потом. Сейчас это тоже на прогулку пошел. Увидеть реальную боевую работу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сотнях метров от стен Азота, ставшего крепостью для ВСУ 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легиона, уникаль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сле командиров и штурмовиков, пожалуй, самый важный человек в этом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блашник, управляющий дроном, глаза артиллерии, работающий в поддержку пехоте. 当天，俄军和卢甘斯克武装在无人机部队的协助下向化工厂发起进攻。据了解，阿佐特化工厂的战事已经持续多日。一名俄军军官表示，他们发现战场上有很多北约背景的人员，这些人员是退役后以雇佣兵身份参加战斗的。俄罗斯国防部周一发布通报指，俄军使用冷堡暗防导弹系统发射的镐玛瑙高精度导弹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的阿尔齐兹机场，摧毁一座无人机控制站和2架无人机。此前一天，俄军发射口径巡航导弹打击了乌军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指挥所，当时乌军正召集工作站会议，超过50名乌军将领和高级军官丧生。俄军还炮击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等地。В 2020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Калибр»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рансформаторного завода в городе Николаев уничтожены 10 155-мм гаубиц М777 и до 20 боевых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машин,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Западом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10 дней. 俄方称，由于损失惨重，乌军甚至将未经过训练的部队投入战场。还有2架乌军苏25战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错误打击了乌军自己的部队。俄军战机还摧毁了乌军第4座武器库。另据英国情报部门周二表示，乌方首次成功利用西方援助的鱼叉反舰导弹在黑海袭击俄罗斯船只。被袭击的俄海军瓦西里贝克号当时正在为俄军运送弹药和人员到蛇岛。乌军曾表示，只要西方援助的武器够多，就能打破俄海军的封锁。俄乌战事焦灼的同时，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围堵也在不断升级。上周6起，立陶宛铁路公司通知加里宁格勒铁路公司停止过境一些受欧盟制裁的货物。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立陶宛铁路公司经营着连接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本土的唯一铁路线。加里宁格勒州州长阿里汉诺夫指责立方这一做法非法，并预计经由铁路运往该州的多达1半货物将受到影响。他表示，目前俄方正在制定回应措施，这有可能涉及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的整体运输体系。
路透社报道，遭禁运货物包括煤炭、金属、建筑材料和先进技术相关物品。按阿里汉诺夫的说法，石油制品暂时未遭禁运，可在8月10号前继续运输。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发表声明，抗议立陶宛此举，并警告如果立陶宛不恢复运输，俄方将做出回击。俄方认为立陶宛的措施违反了国际法律义务，特别是俄罗斯和欧盟签署的关于加里宁格勒州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土之间过境问题的联合声明。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此举是公开的敌对行为，除非立陶宛立即取消这些限制，否则俄罗斯保留捍卫其国家利益的权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立陶宛此举前所未有，是非法行为，俄方将此视作封锁俄罗斯的一部分。确实是从这个2月份这个西方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以来呢，实际上经济上受损最严重的州就是这个俄罗斯在欧洲的这个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因为这个加里宁格勒州它实际上是跟那个波兰、立陶宛接壤，那么它和俄罗斯本土不接壤，它的这个整个的进出口的运输呢，实际上是依赖这个，特别是陆上的进出口的运输是依赖立陶宛的铁路和波兰的铁路的。这个俄方现在它这样一个表态呢，是比较强硬的表态，虽然是比较强硬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可能也未必会采取那么强硬的这种措施。其实可能还是一个对立陶宛采取一个对等的制裁、经济上施压的一个方式。有分析指，立陶宛如果继续利用加里宁格勒对俄施压，或将激起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强力反制。加里宁格勒作为俄罗斯的军事要地，犹如一个楔子钉入欧洲。这里是俄罗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更是俄罗斯制衡北约的战略要地。以加里宁格勒为原点，半径600公里范围内，就把波罗的海沿岸9个国家的首都涵盖在内。加里宁格勒距离最远的英国首都伦敦也不过1000多公里，在这里甚至不需要部署战略洲际导弹，只需要中程弹道导弹就可以将欧洲所有国家列入打击范围。另据俄新社周二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首个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于今年底进入战斗值班。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介绍说，该导弹的一招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就在4月20号，俄罗斯方面宣称成功试射了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此次试射之后不久，俄罗斯电视台就播出了一段模拟在加里宁格勒发射这种导弹打击北约国家的场景的节目。本月2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没有人希望发生核战争，但宣称核战争不可能发生是错误的。本周一，梅德韦杰夫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现在与美国进行任何削减核武器的谈判都没有意义，让他们自己跑过来或者爬过来请求谈判吧。俄方目前对这个俄乌冲突的界定是一个比较低烈度的冲突，所以它使用的手段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它不会运用这个核武器啊，包括这个像生化武器啊这些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当然了，就是如果我们也不能排除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在一些极端的状况下，比如说这个北约军队直接参战，直接这个武力干涉这个俄乌战局，也包括这个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这个极端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这个俄方考虑使用核武器。今年是金砖中国年，时隔5年，中国再次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本周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及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等一系列活动，这也是本年度中国最大的主场外交。周二，金砖全球发展的新未来报告发布会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澄清对金砖国家的10大误解。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全球治理的缺位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需求正呼唤金砖国家的崛起。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以全球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形成思想共识，贡献金砖力量，是推进全球发展的新动力。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新平台，金砖国家快速成长为新力量。政治安全、贸易、财经、人文交流成为金砖
专国家合作的3驾马车。然而近年来，西方向来用有色眼镜看待金砖国家的增长和创新机制，用各种论调唱衰抹黑金砖。研讨会上还发布了金砖全球发展的新未来报告，针对西方国家对金砖国家的10大误解进行一一梳理和驳斥。无论从机制建设，还是从经贸金融、政治安全、人文交流等各种领域，金砖国家所取得的务实合作成果，都让这些误解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呢，老是挑拨这个斗那个，老是搞离岸平衡手。所以呢，金砖国家我们用了金砖全球发展的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实际上就是代表的真正全世界新的未来的它的走向是以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传统中的西方国家为核心的给全世界带去了更多的改革、包容、创新的国际秩序的未来。报告还探讨了如何用好10大金砖国家新力量，完善全球治理，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典范的路径。报告认为，金砖成立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远高于G7。除了这份报告的发布，在研讨会上，5位分别来自金砖5国的专家从各国情况出发，发表了对于过去成果的总结。那么其中呢，中国提出打造的金砖加机制也被多次提及和高度赞赏。作为今年的金砖主席国，即将召开的领导人会晤以及金砖5国的新未来都备受各方期待。今年以来，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主席国，已经成功举办70多场会议和活动，推动金砖合作在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未来还将举办各项金砖国家论坛160多场。此外，中国有意将阿根廷、泰国、埃及、沙特等国家纳入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之中。中国首创金砖加合作模式，旨在支持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扩大金砖国家的朋友圈。这是金砖机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必由路径，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有益探索。金砖国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更高层级、更广领域开展金砖加合作，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将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金砖国家代表了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心声，彰显了5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稳定、建设性作用。金砖国家代表的是一股进步的、正义的力量。金砖国家不是要与谁搞竞争，更不是要与谁搞对抗。金砖为合作而生，为发展而兴。对于中国提出的金砖加概念，巴西卢拉研究所主席、巴西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西奥·波赫曼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完全赞同。金砖合作机制并不是要复制旧的国际秩序，而是建立一个具有不同基础的新秩序，因此需要吸纳与金砖精神相融合的国家加入，逐步构建并巩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事实上，中国不仅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创始成员国，也是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者。人民日报周二发表文章，携手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中就指出，今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必将引领金砖国家发出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更强音。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重要成员，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履行大国责任，支持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在中国倡导下，金砖国家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倡导民主自由，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深圳卫视推出系列节目《庆回归创未来》，对话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畅想香港新未来。今天我们走进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与第6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近距离对话。他告诉我们，未来5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期，发展是第一位的，要将国家“十四五”规划对香港的定位做好做大。
香港也要居安思危，做好各方面风险管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香港拥有无忧的发展环境。2022年5月8号，李家超以1416票高票当选香港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30号，李家超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手中接过任命令，并于当天下午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习近平主席对李家超给予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高度评价。我非常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就是对我的肯定。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在中央的信任，在主席的信任下呢，我更要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首次在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里见到第6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沉稳、斯文，言语不多，却真挚有力。现年69岁的李家超是基层出身，曾因家境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入读港大。为补贴家用，李家超投考警校，毕业后由见习督察做起，经过45年努力耕耘，成为香港第6任行政长官。这份富有狮子山精神的奋斗经历，也让李家超对于香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他认为，未来5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间。这个制度呢，它是给香港一个很好的管制环境，把所有施政的障碍呢都已经处理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全心全意呢去做好施政的工作，特别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呢充分的落实了，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去把香港的措施、施政的目标去做好。我是全面去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呢，会是改善很多民生问题的关键钥匙，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建了一个关爱共融多元发展的一个关键的5年。就外界高度关注的住房问题，李家超提出会以目标为导向，成立2个工作组，分别由司长级官员负责，来落实他提速、提效、提量的施政纲领。我是要求这个组在上任之后呢，100天就要做出第一个报告，去提议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公营房屋方面呢提早去让这个市民可以上楼我也提出呢很快可以做到的，比如就是提前公营房屋上楼计划，我是重点提就是行动组，就尽快做出一些成绩。李家超对深圳卫视指出，1国2制的初心，第一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第二是要保持香港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那香港特区在全面准确地贯彻1国2制的基础上，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更好地向祖国内地还有国际社会来展示独特性呢？香港在1国2制下最独特的优势呢，就是第一，它既是国家的一个特区，也是一个国际的大都会，联系国际，也联系内地，是一个有效的桥梁和通道。事实我们看到呢，在过去25年1国2制是成功在香港落实的。经过不同的一些风风雨雨，但是香港也经历的每一次的这个挑战之后呢，也变成更有弹力、更有弹性、更有动力。所以我们在推进1国2制的成功呢，就是要把香港搞得更成功、更有成就，在整体方面的发展，而且民生方面呢，都达到更高的台阶，就是推进1国2制最关键的一个目标香港的发展、长期繁荣稳定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保障。李家超还以一个生动的例子向我们描述，在他看来，1国2制之下，国家与香港的关系就好像身体好，手脚好，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么，如果香港作为整体国家一部分，
我手有力，我脚有力，那么对身体一定有利的。所以香港好，国家好。当然，国家好就身体好，那么脚也更有力，手也更有力。国家在我们的作为最大的后盾呢，我对香港可以处理好不同的风险呢是充满信心的。展望香港的未来，李家超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特区政府要将国家“十四五”规划对香港的定位做好做大。未来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如何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有怎样新的着力点？在“十四五”规划里面呢，已经给了香港呢，很好的定位，包括呢我们有4个传统中心的地位，而且新兴4个中心的地位。当然，在这个8个中心的定位里面呢，也有不同发挥香港的作用的。第一，可以把我们的矿融，把我们的机遇呢，跟这个国家发展那么联系。同时，李家超强调，科创尤其是与深圳的合作，也是应重点推进的。创科呢，还可以确保我们的竞争力没有创科就没有未来。我们在河套呢，已经在深圳方面也好，香港方面也好呢，也建了一个科技园。那么这个河套的两方的科技园呢，都是可以在推进我们在创科方面呢，很多领域的一些推展工作呢，很多可以先行先试或者是打破很多惯例的一些细点的。在强调发展的同时，李家超也表示会居安思危，做好香港各个方面的风险管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采访中，李家超对我们感慨道，香港不单是国家发展大局的参与者，更是受惠者。作为联系中国内地与国际的桥梁和通道，这既是香港的独特优势，也是香港的价值所在。回归以来的25年证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新一任特首和新一届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会继续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积极作为，有效施政，更好地服务香港市民，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持续的繁荣与稳定证明香港的明天不可限量。